有啲人揾我哋睇風水，點解咁簡單嘅？很多人掛天道酬勤喎，掛天道酬勤嘅人咧，通常都係懶嘅。有啲八字命格咧係特別多容易是非小人咧，水係可以和諧，石春係圓滑，係將件事可以化解嘅。他想要嫁入豪門啊，辦公室風水能擺嗎？自從佢擺咗喺嗰度之後咧，就好多嘅問題。其實最靚嘅風水啦，就叫做風水望嘅天尊，大家好，我係風水。大家好啊，我係八字大福振雄。咁我哋喺嚟緊嘅12月19號咧，兩個頻道咧同時都會為大家帶嚟重磅嘅直播。當我哋會送出福利嘅喎。咁啊，除咗阿振雄會送出佢嘅八字算命之外啦，我都會送出我自己嘅福利。記得大家喺12月19號鎖定我哋頻道收睇直播啦。係啦，咁啊記得唔好離開。大家好，我係風水。係，大家好，我係振雄。大家好，我是子耀。今天我們又邀請了我們的老朋友啦。好，歡迎歡迎，多謝。那今天這一期的風水呢，也跟各位牛馬哈，我們說的打工人OK 息息相關。我們今天會講這個公司風水，其中分為工位風水和辦公室佈局的風水啦。對，那邀請我們的這個振雄師傅先講好不好？好啊。咁啊，公司風水大家咧都係一張寫字台個範圍啦。如果高級啲嘅有間房更加好啲啦。咁我先講我冇房啊。工位冇房啊，得張這個桌子。咁即係房我講啦，係啊。好嘅，老闆房給你講啦。我得張寫字台，咁可以擺一啲風水物品咧，就話哇點樣去升職加薪啦，令到個事業提升，人工再高啲咧，可以擺步步高升。係咩叫步步高升啊？係一個木架，嗰啲木架咧就一啲係雞翅啊或者檀香嗰啲木咧，一個細，再細啲，再細啲，一個一個好咧向上斜嗰啲，像個階梯，係啊，步步高升，係啦，就擺一啲嗰個元寶喺個頂度，咁代表咗升職，一步一步升職，去到最尾就元寶。升職加薪嚇咁樣如果你話我擺咗個元寶喺度，又唔想俾同事知得太過清楚的話咧，就擺自己嘅張卡片喺上邊最頂嘅位置，咁就代表自己可以升職加薪。就把自己的那個名片，把名片放在那個最高的地方。我而家見到啲人嘅卡片咧，就真係一打開，哇，幾十個 title 喺度嘅。咁啊成紮擺晒落去咯咁樣。振雄老師，那個步步高升放在哪個角落會比較好一點？放喺張台。方台嘅最中央當然有時候最中央係個電腦個屏幕咁啊。咁個屏幕咁啊，如果後邊有啲位置的話咧，咁啊擺屏幕嗰個後邊位置擺唔到元寶嘅，擺翻張名片喺度。有一些女學員有問我們，就是她想要嫁入豪門啊，或者嫁給老闆啊，那個辦公室風水能擺嗎？如果嗰個公司裏邊咧，個老闆咧都喺自己公司裏邊咧，咁更加之容易啊！咁可以擺粉晶樹。咁啊，粉晶樹的粉晶樹啊，粉晶樹一啲係水晶翹埋，好似棵樹咁啊！擺喺右手邊代表係女性，左青龍右白虎啊嘛，咁啊，所以旺翻自己嘅桃花裏邊係張寫字台擺右手邊。當然你啊覺得太張揚啊太陽，咁啊擺喺右上角都可以嘅，擺右上角就可以啦。咁擺喺公司裏邊可以增加你喺公司入邊嘅桃花同人緣咯。對，我們現在說了好的部分嘛，那有些人會在工作上面遇到小人啊，或者說是非啊，或者糾紛啊，這怎麼去化解這些問題？其實好多嘅，一來又犯太歲啦，可能會是非小人多啲啦。有啲八字命格咧係特別多容易是非小人咧，係土命人。土命人係啊，土命人係特別日元係土嘅，特別容易有啲是非小人。大家都我都冇做嘢，我都冇講嘢，但係都無端端會俾啲同事喺背後講閒話嘅，唔出奇嘅嚇。咁好啦，我教大家有咩化解方法，係可以喺公司裏邊咧種水種植物，喺水入邊咧擺多啲白色嘅石春。白色嘅石頭，白色嘅石頭係啦，咁啊水係可以和諧，石春係圓滑，係將件事可以化解嘅。所以水加白色石春，上面種一啲水種植物。水種植物有啲咩水種植物啦？黃金葛或者虎尾蘭呢啲植物咧，都係化解煞氣同埋化解是非嘅植物嘅。咁啊，好點樣擺法？好，如果男同事的話，擺喺左手邊，因為左青龍係啦。如果女同事有是非小人嘅，擺喺右手邊，化解是非係啦。白虎位咁啊，擺喺右手邊，可以化解公司對你不利嘅小人同埋是非嘅。我覺得這三個建議啊，我覺得很實用。
那我也想聽一下風水師兄分享一下，如果老闆他有自己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裡面應該怎麼放？係卒之都講到好似你咁大嘅老闆，究竟點樣去佈置你自己嘅辦公室咧？咁其實咧都同阿鄭龍師傅一模一樣，都係講咩咧？叫四靈獸。四靈獸就係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嘅。咁我哋唔講男人女人住啦，咁首先講下呢4個位分別代表咩啦？前邊咧就係我哋嘅動力。咁我哋做嘢嘅時候咧，係需要有助力啊、動力啊各方面嘅。當你前邊嘅呢個辦公台啦，前邊咧係好雜好亂，我哋亦都叫做前面叫做明堂啊嘛。明堂朱雀呢個應該好靚嘅位，你擺咗好多你嘅袋啊、文件啊、梳化啊。咁啊，顯得特別雜亂嘅時候咧，你做事就冇動力啦。所以我哋要將個明堂留得比較乾淨少少。然之後咧，喺你冇太高下，你企起身可以望到嘅位度咧，我建議掛一個簡單啲嘅時鐘，因為時鐘咧佢代表咗計劃性啦、效率啦，即係計數啦。尤其老闆嚟噶嘛，你係咪先？唔可以計數亂噶嘛。咁呢個就係作為一個提醒你有一個有計劃性嘅。所以我哋其實最靚嘅風水啦，活化石啦，就叫做紫禁城風水啦。我哋睇翻佢前面，哇個明堂好靚，好寬闊，好靚。係啊，跟住加埋個金水河喺度，其實就係你嘅動力夠先可以做到嘢噶嘛。金水河係有兩水隔一山嘅風水作用嚟嘅。冇錯，所以就好靚嘅。跟住我哋咧嗱。接落嚟就要講我哋左邊啦，左青龍，左邊就一定係青龍啦，你就係我嘅青龍啦，依家係啦。咁佢咧呢個青龍位咧一定係要見高嘅，青龍就代表咗助力。我哋做任何嘢咧，我哋需要係啦，冇錯，貴人資助啦，同埋天時地利人和去資助你啦。咁我見到好多人嘅呢個辦公室嘅佈置咧，好中意咧有啲台咧擺喺右手邊嘅，顯得右邊過高咧叫做虎抬頭啦。我哋話領讓青龍高千丈，不讓白虎稍抬頭，係唔可以俾佢抬頭嘅。要低啲嘅。係啦，白虎又代表咗是非啦、小人啦、阻力啦，好多嘅嘢嘅。咁我哋喺左邊咧，稍為有啲高啲嘅佈置書台啊，或者擺一棵樹啊、掛幅畫啊，其實都叫做高嘅。咁啊，令到我哋有更加人去助力，令到我哋做事更加嘅順利、簡單啲嘅。其實咧，嗱，一個人做事咧，其實你一個人都可以做得成功嘅，但係你想同時做多件事嘅時候咧，就冇錯，就需要有呢個助力啦。咁嗱，前邊就講咗動力、助力，咁後邊咩咧？後邊係我哋嘅實力、實力係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嘅老闆啦，有時候咧喺後邊咧都會掛翻幅畫啦。咁其實後邊嗰幅畫咧好重要嘅，要結合翻你嘅。很多人掛天道酬勤喎。嗱，字其實好講究嘅，都係結合翻你嘅要用乜嘢啦。譬如話我係用火嘅，咁我肯定要啲相對嚟講鮮豔啲嘅顏色啦、座畫啦，係啦。譬如話掛麥玲玲喺度啊，佢都好紅噶嘛，係咁啊。掛大明星王嘉爾很紅的，掛後面。唔係講笑啫嚇，咁當然係契合翻你嘅五行啦。譬如話有啲人係要木嘅，咁佢咪一啲植物嘅山水畫。山水啊，葱葱綠綠㗎，因為背面咧，我哋一定要有靠啦，因為冇靠嘅話咧，就代表咗我嘅背脊容易有人俾人督背脊啦，容易有小人啦、是非啦、閒話啦，甚至乎官非都係從後邊而嚟嘅，要挨牆啦，係啦。喂，但是現在很多宮位啊，它後面是沒有靠的嘛？那怎麼辦呢？有時候會有個好簡單嘅佈置啊，咁我哋其實咧有啲衫咧都係黃色噶嘛，跟住我哋掛一張黃色嘅衫或者黃色嘅氈喺後邊咧，就自己做咗個靠山喺度啦。當然啦，我哋有一啲時候咧就係老闆佢又唔想掛畫或者嗰個地方有局限啦，我都會建議咧可以揾翻個泰山石擺翻喺後邊，因為泰山石咧佢係比較有力量嘅，即係華山啦、衡山啦、五岳嘅泰山係比較有力量嘅，佢俾到我哋一個助力嘅。咁右邊咧就係咩咧？就係白虎啦，白虎係代表咗阻力啦。其實白虎咧一般嚟講都要相對嚟講吉啲嘅。我有個客咧，其實就好搞笑嘅，佢自己有間房好大嘅，佢就喺佢嘅右手邊咧擺咗一部跑步機。
咁就其實咧，啥意思呢？就是右邊擺個白虎位就會成日走動、流動、係啦，流失，阻力好多啦，流失好多啦。因為咧青龍係主動嘅，係啦，你青龍位咧就係可以喐動嘅嘢咧都冇問題，包括啊擺個嗰啲即係抽濕啊，或者係一啲叫做可以喐動嘅流水擺件啊，其實都 OK 嘅。咖啡機都擺喺左邊啊，咁都 OK 嘅。冇錯啦，咁其實因為佢顯高嘅，但係你喺你右手邊咧，跑步機啊，咁佢讓白虎鍛鍊一下。係啊，咁咧就係自從佢擺咗喺嗰度之後咧，就好多嘅問題，同埋即係合同上面啊，有好多嘅錯誤，因為佢代表咗佢好多嘅阻礙發生喺度嘛，所以咧我哋一般喺我哋嘅右手邊咧都要空曠啲，呢個就係白虎嘅作用啦。咁有啲人話我都冇辦法喎，我其實因為個辦公室得咁大啦，我右手邊又有嘢喎，咁我盡量做到左高右低係啦，但係佢話咁我都冇辦法，已經佈置咗咯喎，係咪？怎麼辦呢？已經有個我冇可能拆咗佢咯。亦都有個辦法嘅，喺風水裏邊咧有一種水咧叫吃虎水嘅，你係咪成日？什麼水？老虎嘅虎。哦，吃虎水。係啦，我知你吃到好多虎水嘅，但係唔係嗰種虎。咁咧，我哋如果喺個白虎位嘅右上角咧，有罌水有盤水，跟住咧其實就係呢個白虎見到呢灘水咧，佢會往裏邊跳入去，跟住其實食咗呢個老虎嘅。其實好多大型嘅樓宇咧都會做呢個吃虎水嘅，咁啊令到我哋嘅阻力少啲啦，同埋前進嘅動力更加寬闊啲啦，就係咁樣去佈置會比較好啲嘅。明白。喂，但係你係咪仲想問其他嘅嘢咧？對，我想問鄭紅師傅。頭先我講過咧，頭先講到咧，好多辦公室咧，啲同事咧，啲凳後邊咧都係走廊位嘅。對啊。即係可能背對背啊。咁啊變咗冇靠山嘅。頭先阿師兄教到整個黃色啊，喂，其實係可以因人嗰個八字命格譬如嗰個同事個八字裏邊咧係需要火嘅，咁後邊可以擺件紅色嘅地基，即係同我幅畫嘅作用一樣嘅。係啦，咁啊唔好擺黃色，咁啊擺紅色旺佢嘅，一來有貴人力，二來又加強嘅運氣，咁啊火又生旺翻佢。但是這裡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大家喜歡什麼，這裡要加 WhatsApp，然後問我們的這個 WhatsApp 留言，然後幫大家去計算出大家的喜用五行到底是哪一個。未必知道自己要咩五行嘅顏色嘅，免得放錯啦。唔知嘅放錯。你喜歡火，給你放個水。係啊，同埋咧掛啲字咧，其實都好講究㗎。有時候咧嗱，通常掛天道酬勤嘅人咧，通常都係懶嘅。因為佢懶先叫佢天道酬勤啊嘛。係啊，所以咧就真係唔好亂咁掛啲字。還有誠信贏天下。係啦，誠信贏天下咧，通常都係唔誠信嘅，你明唔明啊？咁咧，其實咧有時候咧，譬如你起木啦，咁其實掛畫咧，我覺得好似上善若水啊，呢啲比較溫和 ，be water my friend 啊，呢啲就世界和平啊，呢啲其實就會好啲咯，唔好擺啲咁硬嘅字落去。係，唔好擺咩擺幅老虎喺度咁啊，氣勢太強啊。係啦。這裡我想問一下鄭紅老師，就是說，這個公司，比方說是一個合夥的公司，那到底是看誰的八字來調風水，還是看所有人的八字來調？因為事實上成間公司咧都好多股東啊，甚至好多合夥人啊，咁啊最睇係咪全部睇晒咧？咁啊不能嘅，因為小安始終個個都有高高低低嘅，係睇邊個？係睇最大嗰個，最話事嗰個大老闆係啊，話事嘅。如果假設如果個話事嗰個唔係最大股東，但係佢係公司話事嘅，咁啊睇話事嗰個。就好似阿里巴巴啦，馬雲係話事人，佢係咪最大嗰個股東咧？佢唔係，佢百分之幾嘅啫，但係一定係睇翻佢嗰個啦。係啦。那在這裡，我其實想聽聽兩位老師啦，有沒有一些幫企業看風水的一些案例？係啊，咁我講下先啦，係嘛？近期我都幫一間廣告公司咧睇過風水啊，咁間廣告公司咧係國際性嘅，即係總公司廣告公司個公司都唔係香港嘅。因為成日都外國㗎，咁啊香港係其中一個部門，咁所以變咗睇風水嗰陣時，就係睇香港呢個支部裏邊嘅話事人咯。但係全公司個命脈都係要話事人啊嘛，CEO 啦，睇個 CEO，咁啊睇翻佢成間公司個風水佈局跟翻個 CEO，但係細分嘅時候咧就睇翻佢佢負責中國部嘅，咁啊就係跟翻佢個風水嗰張台去佈局。嗱，我哋喺國內咧，其實有個好搞笑嘅，依家啲老闆咧係唔坐佢自己嘅即係
嗰間房嘅，佢中意咧坐出去外邊。哦，開放式。係啊，開放式嘅同所有人玩埋一齊。其實尤其而家啲 IT 公司啊，都係係啊，都係咁樣㗎。即係你見到佢，以為佢係一個普通嘅員工嚟嘅，好簡單，因為佢 IT 都係好 casual 啊嘛。跟住佢會揾我話：喂，你呢度幫我揾個位啦。跟住其實我哋原先睇佢坐嗰個位咧，其實青龍白虎啊乜嘢都有嘅。其實佢已經揾個人佈置過㗎啦。但係咧，原來佢冇睇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叫做納氣啊，因為我哋冇錯啦，其實係藏風納氣，冇錯，藏風納氣係冇講到嘅。其實我哋喺下元九運裏邊咧，其實呢度我都想同大家講啊，我睇陽宮風水咧，佢有4個位咧係好重要嘅，我哋叫做6、7、8、9啊。6、7、8、9咧分別係西北啦、正西啦、東北啦、正南啦。呢4個位咧，如果佢係見到水嘅，係唔好嘅。見到係納氣嘅窗啊或者門咧就係好嘅，咁咧佢啱啱好坐緊呢個位咧就同我講嘅係唔一樣嘅，跟住好搞笑嘅咋，好搞笑，我幫佢睇咧，只不過係將佢張台稍為移咗幾公分嘅咋，幾公分。調了一下它的角度。係因為佢啱啱好咧，呢個窗咧納嘅係西同埋西南嘅風。因為西南氣咧就係我哋1、2、3、4啊嘛，1、2、3、4嗰啲氣咧，佢跟住佢過嚟咧就立咗嘅一個好雜嘅氣，令到佢咧財運啊同埋佢嘅事業啊比較雜，同埋嗰個門咧又係喺嗰個東北同埋正東之間。我啱先都講東北係好位嚟噶嘛，東亦都係唔好位嚟噶嘛，咁我就稍微咁樣移一移，但係幾公分啫。但係起翻個羅庚咧，就係呢邊咧立晒東北嘅氣，呢邊咧立晒我哋正西嘅氣，所以有啲人揾我哋睇風水，點解咁簡單嘅？我話唔係嘅，有時候風水並冇話你睇得咁複雜㗎。我唔係睇陰宅㗎，我唔係睇其他。有時候就係你能夠食到好嘅氣，跟住因為一個風一個水。譬如話依家啦，我哋見到北面係水啦，咁我哋其實就凌晨水就靚啦，南邊係氣啦，其實就靚到不得了嘅，即係因為點樣係嚟嘅氣咧？有山就有氣噶嘛，係啊，啲山係令到呢個氣去走噶嘛，咁我哋就係將凌晨嘅水食翻，用旺氣嘅呢個風食翻，所以咧呢度咧俾到大家一個最好嘅意見咧，你翻到屋企啦，其實都一樣可以睇㗎。你瞓喺嗰張牀嗰度，呢個床頭如果瞓左邊係立到東北、正西、西北、正南呢4個方位嘅氣咧，其實好嘅。頭的朝向嗎？唔係，係你個窗同埋門。門窗入氣嘅方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啊，我覺得我們也講了很多的小的這個技巧啦、方法啦。那其實現在的大環境很差，那怎麼樣讓沒有工作的人幫他們找到工作？首先咁講啦，因為想八字裏邊咧個事業運咧，即係官殺星咧有問題的話咧，咁就會影響工作嘅。咁若然喺工作有問題的話咧，都可以喺屋企風水上咧佈局一下。咁如果係下年係2025年咧，九子位咧正值係個東位啊，咁啊加上九子屬火，東位又屬木的話咧，都會有種木火通明嘅性質㗎。咁啊喺嗰個位置裏邊咧，旺一旺佢。如果嗰張八字裏面係屬水嘅，又加上冬天出世咧的話咧，你火氣唔夠啦。咁火氣唔夠的話咧，你可以喺正東位今年2025年的話咧，擺2盤辣椒。擺2盆辣椒，辣椒就係生的還是催旺嘅真的辣椒火嘅，係啊，因為辣椒啊紅色啦，又夠辣啦，所以變咗旺一旺，勁旺翻個東位個九子位，咁等你個事業運啊，甚至乎財運啊，都會快啲，會有個好嘅消息。感謝。那師兄，你有冇什麼其他的秘籍？我就講啲即係道家上邊可以用到嘅一啲方法俾大家聽啦。事實上咧，道家咧好多時候用符啊、用咒啊，我哋唔係每一個人都識得點樣去用嘅。但係咧，我哋永遠有一個位咧，就係我哋打開門對角嘅嗰個45度。即係5號角咧，嗰個叫做聚氣位，有啲人咧叫做明財位，其實唔係，其實都唔啱嘅。其實就係一個聚氣嘅地方嚟嘅。一般嚟講咧，能夠將一個人嘅叫做官殺星啦，亦都係佢嘅事業星啦，能夠平穩，能夠令到佢嘅氣可以助旺嘅話咧，
嗰個能夠令到氣停留嘅嘢喺風水裏面講啦，乘風即散，介水即止，令到呢個氣能夠停留嘅話，其實咧就係擺水嘅。咁但係咧喺水裏邊咧，我哋要做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即係令到呢個水嘅呢個能量加持翻出嚟嘅。咁我哋建議咧喺嗰度咧，你用一個劍指啦，跟住咧畫一個井字。畫一個井字，跟住喺中間咧點一點，係啦，係咪好似係日本仔食個當字啊？而唔係㗎，我哋係將我哋所有嘅氣咧聚集翻喺呢個係中間呢個點度，令到呢個吉氣啊、財氣啊去助旺呢個人，因為我哋話官煞星，佢人弱嘅時候，個官煞咪不為用咯。當個人強嘅時候，佢咪擔得起啲官煞，擔得起呢個事業咯。事實上，其實無論八字又好，道法又好，係令到佢嗰個命運得到咗平衡，更加好可以吸納到佢所需嘅嘢。好。感謝鄭弘老師的風水的這個佈局的建議了，也感謝師兄道法方面的建議。那麼看了我們本期節目的朋友們呢，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那喜歡我們風水內容的朋友，也可以在我們的評論區留言，然後也可以通過我們的 WhatsApp 聯繫我們的兩位老師。那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好，福生無量天尊，福生無量天尊。